是尿。什么？主人在书房。哎，等等啊，何乾是没睡还是起得早？嬴政时分在书房。哦，我家主人有失眠之症，之前在何先住家借住的时候就常有此困扰，最近几月更是严重，只能坐着睡。所以我家主人最喜欢晚上看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要不然主人一夜不眠，我们可就遭罪了。唤醒他！不敢。何乾，醒醒！公谢查案。主人，您别吓着，是有客人来了。杨连峰，应死于寅初时分，半个时辰前。何人来过？没人来啊！主人亥时进的书房，我以为他早就睡下了。看这儿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滴，水不可能留下这么明显的印记。我闻了闻，有股特殊的香味儿，似曾相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。你鼻子最灵，帮我闻闻。我闻闻。还真是有香味儿，而且是不同寻常的香味儿。嘿，你找我这事儿就算是找对人了。我想想啊，这到底是给我闻闻什么呀？还真挺香。是尿，什么？真的是尿，不信你舔舔。我天，你鸡师公，哎呀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尿，这是风梨兽的尿，你拿过来。还费说，哎呀，为了破案，舔一下尿算什么呀？没错，就是风梨兽的尿，如假包换，学称风梨液也。风梨兽，莫非是恩师狄公留下的那几卷书中所提到的？正是。我之所以闻过呀，是因当年我跟随恩师狄公去探望他的一位老友，那位老人家患有风疾，发作起来疼痛难忍，只有服用了这风梨液才能暂缓。那你们说来说去，不还是尿吗？
这对破案有什么帮助？哎，这枫梨叶可不好找啊，那曾经也是千金难买呢。为什么是曾经？因为这枫梨叶能治风疾呀。哼，后来老朽不才，研制出一个方子，专治风疾，它就不值钱了。当然，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万能的。我听说有一种特别顽固的头疼病，我这方子就无效，只有枫梨叶能克之。故而，如果死者没有这个病，那就是凶手随身携带的，这不就成线索了吗？哎，那得去药铺找吧？哎，药铺没得卖。我好像知道从哪儿查了。苏明，我知你喜欢古物，只是……哎，无妨。你们顶级氏族聚会，我和樱桃就不去高攀了。就是，苏明，你还是带我去干正事儿吧。这回我可以去查那条不算线索的线索了吧？随你。苏明，说好的找线索，你一头钻进这书铺里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干等着，好无聊啊！我去书铺不就是去找线索吗？不信你看。岭南山野有兽，名枫梨。形如猿猴，眉长而好修，见人则如女子般羞涩。其逆能理风疾，头病。尿还真能治病啊！我以为废书乱讲的。接着往下看。枫梨出，持杖而行，谓之枫梨杖。此兽甚狡黠，行踪诡秘，是四下无人，方现身于树下，持枫梨杖，指鸟巢，鸟巢随指而落。我的天哪！哎，这枫梨兽够怪的吧？啊！可这枫梨杖更神奇，所以很难得到。据传啊，你即便是把枫梨兽抓住，它也不会轻易交代枫梨杖的下落，非得使劲揍它一顿，它才会把枫梨杖拿出来。这也太有趣了吧！一旦得到枫梨杖，那了不得！什么凶禽猛兽、坏人，你拿枫梨杖一指，立刻毙命。你想要的好东西，珍珠、玛瑙，你拿枫梨杖一指，就落在你手里。这是真的还是神话传说啊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咱们首先得找到卖枫梨杖的地方，买一根试试就知道了。哦，那我就买一根儿，指你。指我干啥？你是想让我立刻毙命，还是想让我落在你手里？你明知故问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那个是好东西。看看，像我不？吃吧，我不怕疼。哎，用了我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便能健步如飞。1万钱，还贵吗？啊，还贵吗？那这么贵，有人买吗？有人买没人买，这与你何干呢？真是。雍州府查案，如实回答。啊？我刚才说我不是公谢的人，没说他不是啊。还不如实回答他的问题。娘子，我这可是真正的100年老店呢，因为此店是在我80岁那年才开张的，今年正好是100年。你有180岁，我不是来听你吹牛的，说实话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此店在开张的前几十年里，确实有人来花高价买过我的凤梨叶。店面虽偏，可也曾门庭若市。也不知道是谁出了一个专治风疾的方子，这真够缺德的啊！断我财路。所以这一坛子封存了10几年，都无人问津，故而这尿香才会如此浓郁。不是药香，药香。你是说最近10几年，一次都没卖出去过？没卖过。你看这坛子上都是尘土。此人狡猾，说的不像实话。你看，公谢的人怀疑你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带你去雍州府司法参军那里审上一审喽。别！我这把老骨头哪儿折腾得起呀？有，都有哪些人买过？我都记在账簿上了。我这就给你们拿来，我这就给你们拿来啊！这要是寻得了重要线索，别忘了给我记功啊！那当然。好了，哎，下面情况不明，需谨慎。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跑了。这性子也太急了。哎，嫂嫂，阿佳，我不该嫁上人，我不该嫁上人。舍妹尚在病中，诸位莫怪。来人，把她带回去。法月在此，我愧对韦氏门庭，我愧对韦氏门庭啊！我当撞死！如此疯闹，不得我带回去！我是京朝韦氏，我是高门女子，我不该嫁上的。嫂嫂，我错了。卢参军，我单敬你一杯。啊，崔相，该我敬您。都一样。今日风清月朗，陪我到庭中走走。好。卢参军，喝得如何？今日的酒是卢凌风想喝的。崔某亦如此。韦涛忽然邀约，是我建议的。没想到吧？是有些意外。韦家发现前代的伐越，不仅仅是韦家的事，也是长安的盛事，更是整个大唐氏族的盛事。不过，韦度之属，距我崔卢，还是有差距的，这你心里自是清楚。誓言崔卢为当世伐越之罪。崔卢，有卢必有崔，有崔必有卢。今日多喝了几杯，有几句心里话，愿听否？崔相尽管讲。喜君妹妹，让你受累了。哪儿的话？韦家姐姐，少时我也是见过的。对啊，那年曲江畔踏青，她也在。如今这是得了什么病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疯病。可找郎中医治？当然找了，还开了药，成效甚微，更不能受刺激。大喜大悲都是这样。我倒是有个朋友，是药王孙思邈弟子，曾在洛阳为公主解人面花之毒。若蒙信任，改日我请他来，帮韦家姐姐诊治。如此，
那真的是太好了。照这么说，除了花福、马奎、何钱之外，还有别的商人也死了？来，你自己看看。居然有6人之多。对，都是10日以内失踪的。萨保府整理了这份名单，除了姓名之外，还有他们做什么买卖，失踪的大概时间，还有最后见到他们时所在的里方。那你今日在布正方为何不说？那个范阳卢氏，我信不过呀。他咋了？他们始祖说到底是憎恨我们商人的。费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鬼市这么大，该去哪儿找？来，长安里方图你带了吗？带了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啊，借那盏灯一用。喏。兴道安人安逸，善和大安重化。花福死于丰乐坊，马奎死于进宫坊，何钱死于盐作坊。速去通缉坊。我也叫老刘、老贾、老罗去图上其他方探查尸体。苏无名，你现在本事也太大了，这长安这么大，你已经知道哪里有凶杀。哎，这都跑了半天了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不然我也太无聊了。